近日，英国首相直接在公开场合称，中国是全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，并表示将会在2025年再派一个英国航母打击群前来亚太地区部署，以加强与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。下面我们来看详情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最近几天，七国集团正在日本广岛举办领导人峰会。这场号称要维持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峰会，主要内容却基本都围绕着升级地区对抗、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来展开。单看发布的一系列媒体稿与公报，那其中的内容不是关于对抗俄罗斯，就是宣传中国威胁论，总之没有半点能看出和平的地方。而其中英国等一些国家的表态那就更加离谱了。英国首相直接在公开场合称，中国是全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，表示要加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来共同应对挑战。英日两国是共同签署了一个广岛协议。苏纳克公开宣布，将会在2025年再派一个英国航母打击群前来亚太地区部署，以加强与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。这也将会是英国海军自21年伊丽莎白女王号来亚太之后，第二次派遣主力舰艇前往我国周边部署，其背后的政治意味还是十分明显的。英国人这几年参和东亚地区事务的意愿，对东亚地区进行军事介入的意愿正在不断增强。而21年派航母来巡航之后，又派遣了2艘巡逻舰进行所谓的亚太常驻部署。而从苏纳克这次的表态来看，以后皇家海军大概率就要隔三差五的派遣航母来亚太逛一逛，展现一下英国人尚存的强大国力了。强大为什么要打引号？那自然是因为如果皇家海军真的有他们的首相认为的那么强大，那应该现在就把航母战斗群派过来，而不是等到2年后的2025年。毕竟要说英国海军也是除了美国海军以外唯二的有2艘现役航母的海军强国。我军航母年年出几趟岛练，山东号前不久还搞了一次远海实战化训练。英国海军那么深厚的底蕴，应该在首相一声令下，舰队立即起航这件事上有更好的表现才对。但是这超出皇家海军的能力了啦。来过亚太一次的女王号最近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了，要负责英国在大西洋方向的任务，除了日常休息外都在忙演习，压根儿没可能来。而原本应该已经形成战斗力能够来亚太巡航的威尔士亲王号，那不是去年在北约演习当中遇到了点小小的故障，回船厂维修去了吗？结果越维修问题越大，到现在不光是没修好，还拆走了一堆零部件，去优先保障女王号执行任务去了吗？你以为苏纳克把一个航母巡航搞得那么声势浩大，又是跑到日本官宣，又是签订一系列日英协定的，他不想航母跟着他的话一起来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亲王号大概明年才能修好回去，等差不多能执行远海任务了，就得等到25年去了。什么叫丧事喜办啊？这就叫。另一方面，英国人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舰载机， F-35B 至今就到货20多架，总不能把甲板放空了来太平洋展示力量吧？等25年真的有2艘航母了，也真的有够2艘航母使用的舰载机了，就能真的展现一下英国双航母的强大力量了。从时间点上看，如果英国人真的在2025年派航母来日本进行部署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展开首次实战部署。英国人应该会让他与女王号一样，首次出行就来亚太。那只能说这艘船它只要不沉在半路上，就是英国海军的伟大胜利了。就看这船从建成至今遭遇了多少故障，大大小小维修了多少次了吧。20年5月船上漏水，皇家海军表示情况轻微，很快就修好了。结果10月又发生了一次漏水事故，这次淹没了一大堆电缆和设备，直到年底都没修好。21年好不容易把大问题处理好，差不多服役了。22年动力系统又出了大问题，故障直接损坏了一侧螺旋桨、轴系和船舵，回厂开膛破肚修到了现在。
这种建造质量很难让人相信这艘船除了消防系统、排水系统、动力系统外没有其他的质量问题，更难让人相信来亚太高强度的待几个月能不出故障完完整整的回去。当然也不排除是英国人觉得日本人的造船修船技术比自己强多了，在英国实在修不好，顺道过来坏了就让日本人给彻底检修，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。但总之，英国人这个所谓要派航母来巡航，结果派个漏水航母来，那是怎么看怎么不正经。总之啊，英国人高兴就好。对英国皇家海军来说，英日联盟那可是相当不吉利的一件事。20世纪初，为了对抗帝俄，英国人是手把手地教会了旧日本海军从舰艇设计到船舶建造，到各种子系统研发，直到战术使用的方方面面。甚至航母部队那都是英国人一手带着起步的。结果嘛，英国人在二战最大的单次战役损失，那可就是日本人造成的。上一代以威尔士亲王命名的军舰，那可就是被日本旧海军击沉的。希望这次英国人好运吧。本质上说，皇家海军的女王级来亚太，那其实是来给美国人做嫁妆。与其说是作为一艘英国航母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，不如说是作为一艘借给美国人的航母，为了美国人的亚太战略给美国海军服务，弥补美军长期以来航母不够用的窘境。毕竟也是艘至少能带34架 F-35， 日军出动率100架次以上匹敌超级航母的大家伙。美国海军这几年动不动没航母用，这还是能给美国人解决部分问题的。至于皇家海军自己，你总不能真的指望那6艘顶个球的4-5型吧。